时年35岁的萨拉在家遭遇了袭击。这段声音来自他给朋友的求助电话，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引起朋友的注意。I have a friend who I normally hear from every day, and I haven't heard from her all day, and there's a really funny message on my machine from last night. 当警方接到朋友的报警电话时，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萨拉早已不幸遇害，甚至重要部位脱离了身体。案发后，警方原以为本案可能是感情纠纷引发的报复，但实际上真相并非那么简单。幕后的凶手是一位隐藏很深且从未被怀疑过的人。那么究竟是谁对萨拉做了如此残忍的事情？他的求助电话又为何没有引起朋友注意？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埃尔克里奇。该地区位于马里兰州中部，介于巴尔德摩和华盛顿之间，常住人口约为26000人，是霍华德县的一个非建制社区。主人公萨拉出生于1963年6月20日，他来自新墨西哥州，成长在一个严格的军人家庭。父亲鲍勃是一名高级军官，母亲多里斯则是全职家庭主妇。萨拉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孩，几乎继承了父母的所有优点，既有父亲坚韧的意志，又有母亲温柔体贴的共情能力，而且她的智商超高，据说已经达到了天才标准。She tested out genius level, and she got a scholarship to the New Mexico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because it was a school for smarter people. 萨拉的超高智商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首先，他毕业于全球顶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数学硕士学位。其次，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局马里兰州总部担任高级数据分析师，工作内容主要负责处理各类情报，协助决策部门识别潜在危险，并提供应对建议。然而，尽管萨拉的学历和工作经历都很出色，但是他在感情方面却经历了许多挫折。大约在23岁那年，萨拉嫁给了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保罗。原本他们都对未来充满希望，但随着萨拉的事业不断攀升，保罗感到自己在婚姻中逐渐失去平衡，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导致他们的感情出现问题，最终结束了婚姻。或许是吸取了上一段婚姻的教训，萨拉调整了择偶标准。离婚4年后，她又嫁给了一位名叫洛伦佐的男子。洛伦佐出生于1966年，比萨拉年轻3岁，是一名菲律宾裔美国人。与萨拉一样，洛伦佐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并且拥有很高的学历和不错的工作。但是他们的成长背景不同，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例如，在洛伦佐的观念中，妻子应该承担更多的家庭工作，并且要无条件服从长辈，而萨拉则更倾向于独立平等的夫妻和家庭关系，认为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不希望其他家庭成员过多参与。总之，这一系列问题影响了萨拉和洛伦佐的婚姻，尤其是在他们的儿子威尔出生以后，洛伦佐直接将儿子全权委托给了母亲艾米莉亚，这让萨拉很是不能理解。正因如此，萨拉在1998年，也就是结婚的第4年，向洛伦佐提出了离婚。由于这次离婚牵扯了儿子抚养权的问题，萨拉与洛伦佐闹得非常不愉快，甚至还曾爆发过激烈冲突。出于职业敏感，萨拉自认为他可能会遭到洛伦佐报复，于是便在家中安装了报警装置，并且还在床下藏了一口平底锅，以备不时之需。然而，尽管萨拉早有准备，但他还是错误地低估了危险的可怕程度，以及谁可能会对他报复。提出离婚不到5个月后，悲剧发生了。1998年11月14日晚上8点46分，萨拉在慌乱中拨打了朋友劳拉的电话。9981 on Saturday, 8:46 p.m. 通过这段录音可以听到，萨拉显然遇到了危险，但遗憾的是，当时劳拉已经入睡，未能接听这通来电，所以电话自动转入了答录机。直到第2天下午，
劳拉才通过答录机听到这段录音，并拨打了报警电话。Yeah, I have a friend who I normally hear from every day, and I haven't heard from her all day, and I wondered if someone could drive by her house and check it out. 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赶到萨拉的住所。首先，他们在草坪上发现了一把锋利的砍刀，接着又看到了遭到破坏的前门窗户。进入房间后，眼前的场景更是令人震惊。只见客厅的地板上遍布带血的脚印，厨房的抽屉也都被翻了出来。靠近厨房的家庭活动室散落了很多儿童玩具，而萨拉则死在了靠近墙边的角落里。她的状况非常糟糕，重要部位几乎脱离了身体，腹部和胸部遍布开放式和贯穿性伤口。尸体旁边的石膏墙面已经被鲜血浸透，墙体上还有大大小小的撞击痕迹。这些迹象表明，萨拉的遇害时间至少超过了10几个小时，并且在遇害前遭到过凶手的虐待，而凶手所使用的武器正是门前发现的那把砍刀，刀柄处留下了他的生物证据。经过进一步检查，警方有了更重要的发现。首先，现场虽然存在明显的翻找迹象，但并未丢失贵重物品，这表明凶手故意伪造了抢劫的假象，企图误导调查方向。其次，住所的门窗安装了触发式报警装置，只要有人尝试撬门或者撬窗，就会立刻发出警报。但是凶手采取了破窗而入的方式，巧妙地避开了报警装置的触发原理，这表明凶手对房间内的情况非常熟悉，很可能是熟人作案。鉴于现有发现，警方基本认定本案是一起报复性犯罪，于是重点调查了萨拉的人际关系。很快，萨拉的第二任丈夫洛伦佐成为了最大的嫌犯。根据调查，萨拉在案发前曾多次举报过洛伦佐骚扰，并且向法院申请了限制令，这表明他们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发展到了激烈对抗的程度。此外，萨拉与洛伦佐之间还存在严重的抚养权纠纷，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犯罪动机。于是警方立即审问了洛伦佐。洛伦佐承认他与萨拉确实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是坚称自己与本案没有关系。据他所说，自从萨拉申请了限制令以后，两人几乎切断了联系，甚至连接送孩子都会选择在公开场合，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冲突。此外，洛伦佐还向警方提供了一位可能的嫌犯，也就是萨拉的上司路易斯。洛伦佐声称萨拉与路易斯存在不正当关系，并且这段关系已经威胁到了路易斯的婚姻，所以路易斯可能会为了避免婚外情暴露，从而杀死萨拉。警方对洛伦佐的说法非常怀疑，毕竟他最有作案动机，而且他的不在场证明仅有家人作证，也有些不太可靠。但是洛伦佐通过了最关键的 DNA 检测，显然不是持刀杀害萨拉的凶手，于是警方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并跟进了他提供的线索，也就是核实萨拉与上司路易斯的关系。根据事后调查，路易斯确实是一位已婚人士，但是他与萨拉之间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洛伦佐之所以怀疑，主要是基于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路易斯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所以警方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本案几乎陷入了死循环。警方先后调查了萨拉的第一任丈夫，又调查了萨拉的同事和前同事，甚至还花费了大量时间调查洛伦佐的亲兄弟麦克，因为警方在萨拉留下的录音中听到了麦克的名字。不过最终的调查表明，萨拉当时所说的并不是麦克，只是因为警方对洛伦佐太过怀疑，所以对他和他的身边人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实际上，麦克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时间来到了1999年6月，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7个多月，但本案的调查仍然毫无进展。由于缺乏新的线索，警方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但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凶手其实已经被关进了邻市巴尔德摩的监狱，并且出于炫耀向狱友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正因如此，狱友举报了凶手，并通过巴尔德摩警方提供的录音设备记录下了以下谈话。
I jumped through the window. He's like, no, don't kill me, please. And then started jabbing her in her belly. And blood was just gushing out on her wrist. There was no blood. Anyway, I took the knife and I just took her head off. 除了上述的犯罪经过，阿黛尔还提到了一位神秘的女同事，也就是雇佣她作案的人。由于阿黛尔讲述的犯罪经过十分详细，很快引起了巴尔德摩警方的注意，于是他们立即排查了本地是否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同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周边地区的各个警局。正因如此，负责本案的警方获得了这一线索，并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很快确定了雇佣阿黛尔作案的那位女同事的身份，她就是洛伦佐的母亲萨拉的前婆婆艾米莉亚。根据调查，时年63岁的艾米莉亚与19岁的阿黛尔都在本地一家养老院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所不同，而且年龄也相差很大，但由于阿黛尔很喜欢亚洲文化，这让他们有了很多共同话题，所以艾米莉亚与阿黛尔平时相处得非常不错，就像是奶奶和孙子一样。然而，尽管警方已经查明了事情真相，但也只能证明阿黛尔杀害了萨拉，无法将主谋艾米莉亚与本案关联，因为阿黛尔并未在录音中提及艾米莉亚的名字，只是说一位女同事雇佣她实施了犯罪。所以为了掌握充分的证据，警方立即审问了阿黛尔。As you can see, we don't need your concessions. No, we got it. Can you please enlighten me on what I'm facing and what I'm dealing with in this case? You're going to be charged with 1 count of first-degree murder. But we need to get some details worked out. The person we want is this woman that hired you. 阿黛尔很快承认了犯罪，并表示雇佣他作案的人就是艾米莉亚。不过阿黛尔并不知道萨拉是艾米莉亚的儿媳，也不清楚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事情。实际上，阿黛尔算是受骗作案。他之所以帮助艾米莉亚，不仅是为了区区几千美元的报酬，还有发自内心的正义感。What did she say to you? She was tormented. She couldn't go on with life until this lady was dead. She was like, do me a favor and kill this lady, basically. Did she use the word kill? Kill, take him off the earth. Yeah, she said, I'll pay you. 艾米莉亚说服阿黛尔的手段相当恶劣。首先，她向阿黛尔灌输了许多错误的观念，激起了阿黛尔对某个群体的敌对情绪。然后，她又捏造了一件让阿黛尔感到气愤的事情，声称萨拉曾伤害过一位怀有身孕的女性，并导致这位女性失去了腹中的孩子。总之，艾米莉亚将个人矛盾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把赤裸裸的报复包装成了正义之举。正因如此，阿黛尔在作案时手段极其残忍，而且又在作案后犯下了另一起针对某个群体的抢劫案。虽然这两起案件表面上毫无关联，但实际上也是受到了艾米莉亚的影响。因为阿黛尔原本从未有过犯罪历史，但自从通过帮助艾米莉亚犯罪获得了3000美元报酬后，他更加坚信了艾米莉亚灌输的错误观念。金钱和错误观念的结合，让阿黛尔对犯罪毫无负罪感，甚至产生了通过犯罪谋生的想法。After it was over with, did you call this woman that night? No, I met her at work, like that week. Okay. Is that when she paid you? Yeah, she had a bundle with like $3,000. 根据阿黛尔提供的线索，警方调取了艾米莉亚的银行流水，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笔3000美元的取款记录。这笔钱也就是艾米莉亚支付给阿黛尔的报酬。至此，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主谋艾米莉亚也很快落网。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艾米莉亚几乎没有抵抗，很快承认了犯罪。按照艾米莉亚的说法，萨拉平时对她极其不尊重，完全不是儿媳对婆婆应有的态度。还有他们在如何带养孩子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分歧。例如在艾米莉亚的观念中，奶奶照看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传统，而且她自认为比萨拉更擅长照顾孩子。但是在萨拉看来，孩子的成长应该由父母主导，其他家庭成员不应该过多干预，所以萨拉从不听取艾米莉亚引以为傲的育儿经验，甚至不愿让艾米莉亚照看孩子。总之，艾米莉亚与萨拉属于典型的婆媳矛盾，
而且由于艾米莉亚过于强势，两人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The baby was at home and praising me. I volunteered to take care of the baby. She did not like my style, and she is telling the sister to the family, "Is that not a slap on your face?" Did you feel like she was insulting you? Of course. All the feelings in the entire world. I have never come across of any instance in my life where a daughter can spit on the face of a mother. My entire life, showing disrespect to a mother is death. Is it enough though to have someone killed? Yes. Because it killed me. In the first place, I'm dead. 通过这段令人窒息的审问录音，想必大家对艾米莉亚应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虽然她自称受到了萨拉的伤害，但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她的偏执、强势和根深蒂固的陈旧观念。因此，当萨拉提出离婚，并与洛伦佐产生了抚养权纠纷后，艾米莉亚毫不留情地展开了报复。一方面是为了帮助儿子洛伦佐争取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家族掌权者的地位和尊严。至于洛伦佐是否参与了犯罪，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至少警方没有找到相关证据，所以他并未受到本案的牵连，并且获得了儿子威尔的抚养权。2000年7月12日，案发近2年后，本案开庭审理，主谋艾米莉亚被判教唆罪和1级谋杀罪，获刑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杀手阿黛尔由于认罪态度良好，虽然他同样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有资格获得假释。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期待下期见。